组长，你觉得呢？你也想想。那诗文，它要再果决一点。我去趟卫生间，你们先聊会儿。诗文在满足其他3个组员的情绪价值，但是没有在实质意义上往前突围。就他能做流程安排。是的。这样，现在就是说，我觉得这几个哪个都行，只要不是励志就行。我觉得励志太冒险了。但其实这个意思是我们由荔枝引发的是一个消费热潮，不要为了过于追星而放弃它本身的主题的利益。组长，你觉得呢？你也想想。好，做它，没时间了，我们要做它。OK， 可以做它。怎么说，组长？组长了，拍板了。我把这个发到群里吧。你们俩刚才有聊一下吗？就是我现在就真的做啥都行。然后我刚才问了一下 AI， 就 AI 说就是它也是属于情绪经济，就是你如果说做也可以联系，但是它就不那么典型。不典型，就是不够稳。对，但是他很出彩。我的倾向是我很喜欢荔枝这个选题，但是不得不承认它确实不够稳。我们就按那个特征化吧，典型化的案例走吧，就是求稳一点。如果我们要换一个更具体的东西的话，我推荐捏捏。哎，朋友，你刚好像发到了那个群聊里，那个11个人的群里。他发到大群里了。坏了，选题被。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我看一眼。你发的是啥？你发的是就是我们的那个吗？传的荔枝引发知道了，完了，他们知道了。但会有一个好处，这个用不了了。讨论了，再也不讨论了。宇哥，社死现场，我天 ，sorry， 这个我真的是。完了，这个话题做不了了。你是不是就是不想做这个话题？不是。我知道开玩笑，你是为了不想做这个话题，然后发在群里。对方现在可能在爆笑吧。不是，这王玉他咋发错群了？天哪！但是也没有什么内容了，撤不回了，我感觉。但他们没定应该吧？我想，要不他们也没撤回，估计是随便发。Sorry guys， 没关系。那这样吧，我们就换。这样吧，听我的，咱们做捏捏吧，咱们做解压玩具吧，好不好？也可以的。你解压玩具就是我们不做服务了，做产品，因为服务我感觉跟玄学那个一样，一是认证，就是准入门槛的问题；二是玄学的问题，主观。可以啊，那就是解压玩具。就解压玩具，因为我又想到了一个点，就比如哪吒那个69块钱的盲盒，一盒难求。可以的。还有解压玩具衍生的就业。可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点。可以的。解压玩具其实拓展的点就是它引进来之后，可能要重点讲一下现在当代年轻人的一些压力，以及为什么年轻人需要快乐消费这件事情。终于拍板了，他终于拍板了。天哪，这个真的是，没想到破局的方式是这个。没关系，你帮我们做决断了。正好你帮我们做了决定。哦，你迷惑了敌方，他们现在开始疯狂讨论怎么打这个长安的荔枝啊！
天哪，这样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很奸诈？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会告诉他们，你就是这样的，故意的，你就是我们派来迷惑地方的嘛。提醒一下，7点之前把选题发到冯林的邮箱。好的。很简单，50字之内的概述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哦，我知道，50字。相当于现在咱们还有10分钟时间。我给大家多扔几个版本。那我做一些可迁移的工作吧。就刚才我们讨论的哪些东西可以直接用在情绪里面。好。选秀消费现象吧，选秀消费现象为切入点。选秀消费现象为切入点，可以。我先把邮件编辑一下。我看看啊，我去他那看。好。新商机要不要改成新机遇？可以，没问题。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再通俗一点。大家觉得这个可以吗？可以的话，我马上就点发送了。这也不能不可以了吧？50了已经。好，咱们来倒数10秒钟。10、9、8、7。话说对于大家来说，如果这一次我们的成果一般，大家会非常非常的难受吗？怎么感觉有一种3个老板1个员工的感觉？也太服务型人格了吧！不会，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做到最好就可以了。对，我觉得我把我们所有的我们尽人事，听天命。我觉得现在我们就是最好的，咱们不要想会。对，那就不要想那些东西，我们就只想这个论点本身。对，我们做完那个什么，没问题，我们把它做好就好了。没事，玉哥，我们肯定能赢。没事，玉哥，我们4个在一起就只有一个字，就是赢字。这次必须要拿下，对，因为这不关乎我一个人的事情，我们4个人必须要拿下，必须要拿下，我们一定可以拿下。这个课题我也想要拿到分，如果没有拿到分，真的到现在1分都没有。当然可以，包的可以的，没问题。很坚定，这里54了，在最后看一下有没有问题。错别字，直接拖。对，正在发邮件，马上了，要按时哦。现在马上。没事，你就说旁征组就完事儿了，别的就还是行，我们4个人。行。还有3分钟。没事，来得及。我来发。发了，我发了。我这儿显示发送成功，可以的。OK，太好了。好，我们加油！太紧张了。第1阶段暂时胜利，加油！哎呀，结束。哎呀，这2个组长2种风格，一个就是刚才超越说的3个老板1个组员的感觉，是那种服务型组长；另一个是那种业务型组长，主导、拍板、框架，然后大家形成合力。你们如果自己当组长是哪种类型？只剩服务型，服务加旁征的，综合型，全能型。没有，我更多可能是服务型。你要碰到刚才那组，如果你是服务型的话，已经到就没剩多少分钟了，选题没定下来，然后你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不确定我在里边能不能做得比思文好，但我那个时候就是会觉得完成比完美重要了。那个时候就是说，你现在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完成它。可能就没法照顾到大家所有人的情绪了，咱们确实有不同的意见，因为这件事情确实不是一个完美的事情，就是先做，然后做的过程中我们一步步去完善。我觉得先让大家动起来，而不是再继续讨论这件事情了，就必须定一个大方向，然后就去做了。就是陷入僵局的时候，脱困那一步很重要，先出来。对，俊林如果是 leader 是哪种风格？我自己的话，我可能前面的话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吧，但是我可能还是那种比较快去拍板的一个类型吧，因为我跟超越姐在另外一个节目上，我们打那个王者荣耀嘛，我在我们队也是指挥嘛，所以一般的话就是整个全局就是我会去指挥大家去各种站位啊，然后包括那种节奏点，运筹帷幄。对，我一般会需要大家在关键节点上面
配合我去做事情。你有那种决策失误之后的，如果决策失误了，我会承担。对，因为我会告诉大家，我会承担责任，因为我们有教练嘛，就是比如说我失误了，我就会给教练还有我的队友们都说，这波是我的问题，你们不用想那么多。哎呦，我只能说，好酷啊，教练。好leader，好leader。因为我就觉得你必须要给足你的队友安全感，你才能够让大家在局内的时候高度配合、高度统一。我觉得庞征做的特别好的就是他听了每个人的意见之后，他也照顾很多人，就是大家的情绪，他一直问雨佳你会不会觉得不舒服？我很怕没有照顾到大家的感受。说雨佳，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舒服或者小问题？我觉得没问题。就如果我觉得你们3个都觉得这个 OK， 那我们就做这个。他也在跟他解释这个选题好的点，然后看到雨佳没有任何的问题之后，他又很果断的，就是那我们就做这个，就拍板。雨佳也很好，他那个标志性啊，不会，抬起头，2只手，摇手指，太酷了。超越呢？如果是领导者的那个位置的话，是什么风格？我会听取大家的意见，但是我觉得权力还是应该在我手上，因为责任也是我在担。我有一些权利的同时，我也会担下我自己的该有的一些责任。我觉得一个团队里面可以有很多声音，但是只能有一个人做决定，而且你一定要是自信的。如果你不自信的话，你的队友也会觉得你犹犹豫豫的。就是我是觉得领导者一定要压过所有人，气场上的那种。这个压就是其实某种意义上也给队友有一种安全感，因为我服你，你比我有那种感觉。是。而且感觉它是累积出来的，你一次做决定，哎，正确了，又一次又决定正确了，然后多了几次之后，大家就会形成一种共识，就很有领导力的状态。哎，我问你们个极端问题吧，就好比说咱6个人啊，现在要参加一个末世逃生游戏，哦，好刺激！我们6个人要选一个队长，你们选谁？然后不商量，思考3秒钟，指人哈。来，3、2、1，指人。我先挑，你选我呀？哎呀，这么信任我呢？你还想参加这个模式的？哎，我告诉你，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那个事情。哎，为什么？因为这个其实是领导力的3部分。啊？哪3部分？第一个就叫做快速赢得信任。刚才小贺一说，就大家觉得说你可以做决策，打动我了，对吧？对。然后你就快速赢得了信任，所以你就得了2票，对不对？然后咱俩都指了自己，对不对？这叫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我们要带着5个人逃生嘛，这叫愿意承担责任。愿意担当，哎，是吧？是。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情商啊什么的都不重要了，就是谁愿意担这个责任，带着大家逃生嘛。对，挺身而出。然后到具体做的时候，还是能不能搞好组织。那像超越这种指我的，就死之前也要有点快乐嘛。超越没少买爱因斯坦的大脑。我们平时在自己上班的时候，我能想到还有一个要素也很重要，就除了这具体的业务能力之外，还有一种无私。就是有一类人在你相处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很多时候并不是优先考虑自己，他总是会把大家的很多公共利益放在最前面。他有一种那种克里斯玛人格，就你跟他在一起，你就五体投地，你就知道他是这种人，就他就是骨子里就是这样，他有一种那种道德的自我要求在，所以有那种时候你就您刚才说的那个建立信任的时候那个第一步，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对，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我们的领导。哪位无私的领导啊？汪苏泷。苏泷哥怎么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团队650嘛，就是我、雪琴、小辣还有龙哥。龙哥是我们的台长嘛，我们的650电台。龙哥是属于那种领导，就他只会心疼我们。真的，就是因为活全让我们干了。这么棒的领导吗？他不干活，但是呢，每次我们干活的时候，他就会特别心疼我们，然后他会陪伴。他能看到每一个人的辛苦，然后他就默默的那种陪伴，默默的为我们做一些事情。所以情绪价值。对，真的是情绪价值给满的那种领导。他无为而治，但我们真的死心塌地。我们刚才聊的是这个领导力的部分，刚才整个片段当中还有一个小细节，我觉得也激发了智胜非常精准的评论。但会有一个好处，
这个用不了了，就是那一下手滑发作，发大群里。这是我们 offer 录到现在算是一个第一阳谋，offer 第一阳谋。平时生活中你们有没有那种让你们很佩服的小手段，或者所谓打引号的小心机，但其实是一些可爱的小处理？哎，我经常给我们老板要东西的时候就怎么样？我说喝茶叶，我说哎呦，老板你这茶叶真挺好喝啊。然后我就看他，真好喝，真好喝。我平常也爱喝点茶。老板一般给吗？我有3个老板，我有的老板就会给，有的老板就说是，我也觉得挺好喝。这说明这茶真有点贵。那没有老板说那个对咱俩口感一样，下次买的时候替我带一斤。你说的这个语式，我突然想起我有一个场景有用过，就是有朋友开演唱会，但是你这一定买不着票。然后就跟他发说，哎，你是不是要到哪儿开演唱会啊？好，哇，那你要唱哪一首歌？那个巨好听，那个超好听，但是又不好直接说，这算吗？跟你那个场景比较一致。哎呀，贺，你们的票是真挺难抢的，抢了好几次都没抢着。下次努力。你定个闹钟呢？下次努力看一下。下次帮我也抢一个。咋了？那个领导，你没票进不去。你别说，前2天我那个问我要证呢。我看那个了，我看那个。你还看到了？我看到了。我上台彩排啊，工作证呢？工作证。这还到不能刷脸的程度吗？没有。但是我们回头再看，其实我们并不认为王玉是一个小心机的表达，肯定是一时手滑，但是在客观上导致了一个效果，就是他可能没有那么认可的题目在事实上被排除了。对，我们也来看一看，在接下来他们分别50字内的提交大概是什么内容，以及提交之后的结果怎么样。来，一起来看下一段。哎，我们再盲猜一下，分别哪个是谁的提案？传播和捏捏乐。我猜啊，传播江湖旁征，精准啊？是吗？对，我觉得是传播嘛。对，这是他的熟悉的场域，而且他会有他的优势。哦，我近几年来都在做带货主播，在做直播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它可以让我的状态更松弛，然后我觉得我的反应能力也有所提升。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一种职业的训练，然后也是一个前期积蓄和准备的过程。而且我觉得，因为旁征它是有，你说虽然传播跟他什么直播带货可能有相似，跟有很多不同，但他毕竟是有在那个领域里面深耕过的一个人，所以他可能，也许他会找到很好的嘉宾，很好的角度。名字叫什么？方寸之间，虚拟礼物里的传播江湖。对，就这个味儿是对的。对，是的，没猜错，老师们，是吧？陆毅老师观察力强啊。但是传播更多的算啊，也能算情绪消费。当然，其实也算情绪消。你不觉得现在实际上所有的消费都和情绪消费有关？对，但是它这个东西现在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要整治传播低俗现象。哎，这个也可以啊，他只要把这个也含在其中。对，就是最新的一个东西。如果他能够直面这些嘛？对，我个人更想看方寸之间虚拟礼物里的传播江湖，而且我觉得它的专题名称还挺像样的。这个传播江湖里面能够看到人物。对，甚至能够有人物的故事、人物的命运，因为参与这种什么直播呀、什么传播的，一定有很多，它里面会有底层的那种丰富的人群的样本。它如果能够，它有很多是可以讲的，包括你看它这个新闻标题还挺吸引我的，一支扫腿舞背后的100亿市场，非常好，很像新闻。但是我觉得就是从人员实力，大家觉得哪组会强一点？我们抛开选题，我觉得选题好还有做得好的问题。选题其实赢了，就赢了80%了。已经觉得，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新闻嗅觉和直觉。对，我不知道他们谁选的这个题目啊，我觉得是有嗅觉和直觉的。因为解压玩具它很具象，解压玩具有点比较寻常，就是对我能够想到那种捏的那种玩具，对。可能从我的角度，我觉得解压玩具和拉布布太近似了。
解压玩具这种捏的就有点像 Jellycat 这种，都属于这一个套路，应该。实际是一个相对传统，在这个领域当中已经是有很多讨论的话题。对，就是没有新意。而且我也看到过很多类似的新闻，包括现在那些解压玩具当中，比如说甲醛超标啊，什么质量问题啊，这我都刷到过。就感觉相对它其实可供延展的空间会相对小一点。但不知道，也许他们会拍出一些不同的东西。我有一种感觉到明天下午的结果就现在已经确定了呢。但我觉得就是看他们明天互相之间能够。我感觉这一组如果不出现原则性和导向性的大错误，我觉得只要篇幅结构各方面思路架构在的话，就胜出的概率比较大。我觉得是。走，把双方的选题告诉对方。对。走。你们组是解压玩具，对。OK， 那我把对方组的选题告诉你们。来了，加压力了。可以告诉我吗？对方组的选题专题名称叫《方寸之间：虚拟礼物里的团拨江湖》，新闻标题是一支扫腿舞背后的百亿市场。这一组一听完心里，一听就咯噔一下。乌云压顶。谢谢老师，这个给你们，好吧？好的，我去给另外一组。我估计听到扫腿舞的时候就已经绷不住了。怎么样？我们还在准备当中。我说你看他们的词怎么样？还再加一刀，你看，念给你听，对，怕你没听出来这一刀扎下去了。准备挺好的。你们都没拿到吗？我们可以传阅。一会儿研读一下。陈老师这表情凝重了。Hello， 我来告诉你们另外一个组的那个选题，因为要互相把选题告诉对方。你们的选题已经告诉对方了。好。对方的这个选题是：本期节目会聚焦情绪经济，然后通过购买解压玩具。然后这样一个新兴的消费现象的兴起，要探讨它是如何来满足现代人的情绪需求，同时会讨论这个解压玩具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然后通过融合数据的呈现，会有实景拍摄、专家访谈等等形式。这个纸可以给你们。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知己知彼，知己知彼，他们也在研究你们呢。加油吧，你们！好，赶紧研究起来。谢谢老师，拜拜，拜拜。哇，他们非常之精简啊！解压玩具没想到啊，解压玩具我想到了，但我并没有觉得它非常的，因为我觉得它跟拉布布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可能在我们这提案第一轮就被毙了。而且解压的方式很多。好，我们先想自己的，明天再讲。没事，我们不研究他们，不研究我们自个儿的，跟他们专注自身。哎呦，这种气氛，一个叫如临大敌，一个叫如释重负。他们的题目很抓人，一支扫腿舞背后的，是吧？他们雕琢了词句，没关系，我们这都可以改。它只是定主题嘛。你们也可以下班了，好吧？我们准备再讨论一下。好的。我们就先下班了，我回去8点钟还有节目。辛苦了，辛苦了，老师们，拜拜，拜拜，老师。那你们加油！我现在不能给你们指导，他们特别要求不能给你们指导，你们自己加油啊！好的，老师。没事，我们会自力更生的，老师。就是一定要找独特的视角和打开方式。好。老师，我们其实有个问题想跟我们的这个话题无关，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讨论了很久，我们其实是有另外一个方案，但是我们最后选了一个稳健的一个题目，还在纠结那个荔枝。对，那个方向你不要去纠结那个方向了，不要去纠结那个方向。现在你们的时间专注于现在这个。行，就文理也可以出奇兵，对吧？尊重新闻，但是可以有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东西。好的，老师。谢谢老师，老师再见，老师再见。
哟，大家在承受这个结果。我感觉大概听懂了他老师想说啥意思。老师就是说你们的呀有点平淡。是。贴贴玩具凭借着软萌可爱的造型，他已经开始在往前走了，是对的。这个已经回不去了。刚刚看到晨晨老师那个表情，他其实稍微有点失落。你们觉得老师有失望吗？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这种感觉？可能我们俩高敏吧，你高敏不？我有点高敏。我有点高敏耶，我高敏的。郑姐，没事，就是想叫你一下。宜家，天哪，被美女叫就是这种感觉。哎呦我的天，你多叫他2声，给迷的5迷3道的。别这样，姐姐。别你离我远一点。你确定你是心跳快，而不是起鸡皮疙瘩吗？我真是心跳有点快。我没有鸡皮疙瘩，但是我心跳。你2年前见到他，我跟你说，你直接晕过去。他2年前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穿了个绿色裙子，然后金色头发。那说明你当时已经晕了。那个时候好丑啊！你对自己太没有认知了。对呀，我生气了。哎，那为什么是2年前才会晕，现在不晕吗？现在已经适应了。其实第一天的时候，我差点酒见意怦然，那句话咋说来着？初见乍惊欢，酒煮意怦然。那我们现在是可以细化了。对，其实我们已经形成共识了嘛。我们一上来，我们先放小腿舞的视频，让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对吧？然后视频播放完成之后，新闻口播。然后第3个部分就是接小片儿。对。我们有街访，我们有专家的现场访，然后我们也有小片儿的现场探访。我觉得街访应该排在前边儿，肯定的，对吧？就是我们放了这个扫腿舞的视频，然后有了一段新闻的导语，我们知道团播和扫腿舞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之后，那我们是不是先要了解大众对于团播的态度？那我们直接就了解态度之后，我们直接就可以接到专家。对，比如说你看过吗？频率是什么样？为什么你愿意消费？消费之后你得到了什么？然后大家对于团播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有了之后，专家就来分析现在团播这的原因啊，经济之类的。然后那团播是怎么样迭代升级的？怎么样形式变化的？怎么样做到这样的一个推动经济的一个形态的？我们到了线下专访，可以线下线下探访，我觉得如果非要线下探访，一定要放专家之前会比较好。对，不，我就专家可以分成好几个。他不一定走了就不来了呀，他可以一直在现场，他可以一直在。然后中间有小片插入一下，然后又回来，他又继续解释刚刚那个探访到底是探访出了一些什么东西，他再继续新的那个小片再开始说。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专家他相当于是在现场，然后起到一个补充和揭示背后的一个现象的逻辑的一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东西不能由主持人说出来。然后街访其实是想要知道大众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但探访其实是想要揭秘大众不知道的一些细节。可能大家看到。那我知道了，比如说我们第一个部分跟专家聊就聊经济，然后最后呢，我们觉得为什么会撬动经济这么大的增长？它背后到底有多大的产业链呢？然后切到探访，可以。然后呢，探访就说，哎呀，它是怎么运作的？公司怎么样包装的？然后大家这是个怎么样一个流程？然后切回来再让他谈就是问题，或者说谈，就比如这个片子里面我们肯定会拍到一些问题，拍到一些循序渐进，对，可以。哇塞！我要我的电脑。其实我好想听他们采传播的这些团队背后的老板，就这些公司的老板，就他们是什么时候决定开始做，怎么投？哎，我也想看，对不对？怎么样想到这？哎，你看他其实有团播运营模式的探访。他肯定要走进去，而且这一波谈完再切出来再聊专家，就从团播变成经济了这个话题。这音乐真的好洗脑。Dirty， 太洗脑了。我满脑子，我已经疯了。晚上做梦都是在那儿
你扫，左扫右扫。咋的？没有，我看那是假的数据而已。是会有很多假数据，但感觉求证数据的过程也是一个很严谨的新闻过程。那个1.5万个团播的那个数据也不能用，它只有5000到7000个。5000到7000个其实也很多了。就是你可以把它替换一下。它团播其实从2022年就兴起了。或者其实我们在跟大家解释团播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信息补充，就它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其实早有了。但其实它现在没有完全规范，所以我们最后要落在我们要规范它。对，然后我看一下这个瑜伽，现在就是我把这个全部粘起来嘛，然后前面其实都没问题了，第3个大板块和第4个大板块肯定是要改的。我觉得专业可以保留，但是顺序可能我们要再换。比如说整体内容框架和流程，它其实就只是一行，把关键词拎出来，比如说先导片加采访加专家访谈加什么，就是这种框架和流程。板块就是我这个部分，我现在正在写，就是你的各环节形式设计与内容概要。对，好 ，OK， 没问题。OK。我是这么想啊，可以按照它的音乐节奏来，比如说 Dirty Six City， 然后这里我们先放一个，就中间只有一个，然后变成红色的时候变成3个，就是你可以卡着那个音乐的节奏点，这就很清楚，对吧？哇，那像个职场大片儿一样。这种工业化运作模式已经让部分机构月流水突破6000万。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数字的背后藏着深度内容，让观众从看客变身导演，通过虚拟领域打赏，决定制作对它的完结果，而团队的受益。宝儿，感觉怎么样？好点了不？哎呀，咋有点丧呢？对呀，整个团队氛围有点凝重了。抱抱 ，I know， 压力太大了。怪我。哎呀，我觉得咱现在就是属于是齐平状态，你知道吗？我们也没有说比他们很差或怎么样，没有。你现在大家的选题其实不一样，他们也没有新的难题，我觉得。真的。只是说他一开始就讨论这个，可能他那会儿充分了点儿。我们现在就是，只是说我们中间改了一下。现在其实两边选题，我觉得真是一样的，这就拼心态，宝贝儿。快安慰安慰组长，组长有点小小的自责，不要自责。就我刚才的时候，我说其实我们没有比他差，我们两个选题其实现在是差不多的。对，就是只是说我们可能中间换了一个题目，他们是一直在讨论这个课。走吧，我们去会议室。没问题，能打，抽到啥牌不能打呀？对呀，还没打呢。对呀，解压玩具要是打得好，要是能采访到子琪什么的，那也是能出彩的，对不对？子琪这么专业，就是你为啥会花1000块钱去买一个这样的咔嗒咔嗒的吸铁石？对呀，这能挖掘出来的话，对，我觉得还是有好奇心的吧，对吧？我觉得咱们可以先就是像之前一样的思路，先大概不分对错的聊一聊。对，什么是解压玩具？这个很重要。解压玩具就是让你爽的玩具，让你释放压力的玩具，什么都可以。哎，要的就是你这句什么都可以。对啊，接下来的内容就好说了。就是我分享一下我刚刚想到的，就是思路哈。因为刚刚玉哥也说，什么都可以是解压玩具。这个玩具没必要就仅局限于什么捏捏呀，什么拉布布呀，什么各种小玩偶啊，什么某一个类似于拉布布的现象级的产品出现啊。我喜欢骑摩托，那我骑摩托的时候我感觉很爽，摩托能给我带来情绪价值，那摩托这个玩具就可以给我带来情绪价值。对，骑行为什么这么火呢？是这个圈子带给他们的情绪价值，且自行车这个玩具带给了大家情绪价值。所以玩具2个字可以把它拓宽。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可能有一个点，因为我们毕竟是一档新闻的栏目，最后得收。
对。所以你的那个玩具如果一开始就扩得太大，还是会被质疑。所以一开始的话，玩具可能就是大家传统普遍里定义的解压玩具，去开场会比较好。到后面的时候，你说的这些，我觉得完全可以放在结尾去上升。我想到了一个很好的点。就是节目的形式也好，或者是策划的开始，我们或许可以使用义乌调研，因为其实义乌我是实地自己去过的，义乌就是全世界的小商品的聚集地嘛，有一个亮点我们可以去想的就是小成本出大成果。成本低，但是我能出很高的利润。这个利润的原因就是因为情绪消费行业带来的这种巨大的消费启发。以小见大，小成本出大成果，出海外。对，我特别觉得这个作为标题都很吸引。这是解压玩具为什么火的原因，就是它可以通过非常低成本的行为获得蛮不错的回报。对。而且它成本小且可得性高。对。所以说，我觉得一个解压玩具的成本就15毛钱，这个点我们就叫5毛帝国。对，就很好啊。你看不差的。哎呀，团队情绪终于回归到正常了。我感觉我们就可以从讲那个很亮的标题开始，5毛帝国，小成本出的大成果，然后从这个里面连接一些外贸方面的，风靡全国的同时销往海外。这么快的增长和膨胀，作为一个庞然大物，那它肯定经过野蛮生长的这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催生的那些监管的阴暗和盲区应该如何解决？然后最后引到子泰的那个，就是解压玩具，我们定义什么叫做玩具？如果它使你解压，它就是你的解压玩具。团播也是一种解压玩具，对，电子玩具。对啊，电子玩具嘛。它其实是我们的小的方向。这个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这个是只有母鸡才能下蛋的问题。我看到组长又笑了。组长又笑了是吧？组长重回笑容。我看组长现在胸有成竹。救命！被你们救赎了。证明我们要盘活了。主要是靠了魏宝非常清晰的梳理。对。加油！然后子泰又抛了一个很好的观点。真的，大家全测群里，我好感动，好想哭啊！妈呀！这样吧，我这儿记得比较多，那咱们就一条一条往下捋。对。第一条咱们要讨论的点是低成本高利润。我们可以直接就是来到演播室，就是我面前有一排就是这种捏，然后这是第一趴引入，然后第二趴就是介绍这个东西有多火。那第三趴就是阴暗面，野蛮生长，这么便宜这个解压玩具，它这个质量是否合格，是否有国标？然后最后为什么解压玩具会这么火？是你的情绪被看见、被重视。天哪，这句话真的很戳哎！你的情绪有被重视的必要。那是。哇哦，高度。来了，朋友们，现在已经10点，这样我们快速归拢，我们10点半离开这里。来，这样，我坐到这边来，都来这边。现在不是有4趴吗？一人认领1趴，然后把这趴里的内容捋明白。那我先认领趴3吧。我也。那你们俩就第1趴、第2趴。啊 ，OK。他开始重回他的那种领导的那种感觉了。掌控来了。厉不厉害？我们鼓掌。我觉得很不错。天哪，我们真的搞出来了。没问题，我觉得 OK 的。那我就打家人们，下班。走，太晚了。辛苦大家了。就是现场探讨能呈现好的业态。他们还在沟通啊。那不中了，我们得休息了。什么？等会儿。还在聊。哇天哪，我来探班了。你们还在聊啊，宝宝们？对，是的。你们好辛苦，我的天哪！是我们还在查呢。看我小手冰凉，真的。赶紧切走。气氛有点微妙。大家太拼了。甚至有点想合上电脑屏幕。真的。你们如何？我们结束了。我们也结束了，就大家勉勉强强捋好了。你们自己的内容都整了吗？
什么叫自己？就是你们自己就是内容，你要说啥都整了吗？没有，哪来得及弄？哪来的时间啊？还弄现场了，根本没搞弄。我本来还说就可能我得跟魏魏回了，我以为你已经先回了，还没。然后一回来你还在。你们先回吧，我得等大家结束我才能走。对，我们也快结束了。哎，上强度了。你们加油！好的。Oh my god！ 吓我一跳！我刚看到他一瞬间打开了百度的那个空白页，然后我也赶快切换到了备忘录。哎，我这看不清，好害怕。虽然其实看了也不会有什么，但就是不想被看。我觉得我们在宣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点情景演绎？比如说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团播的原因是什么？比如你说，哇塞，今天加了1天班，回家之后看这个团播觉得很幸福。然后比如说朗子说，啊，那天我给那个谁谁刷了那个5个棒棒糖，他直接念出了我的 ID， 送了我一串祝福，觉得好幸福。就是我是在想，因为我们还是想要追求共鸣嘛。然后这个相当于我们讲的这句话，我们既是作为用户的视角，在说我们为什么要刷团播，以及为什么它是作为经济情绪的一部分。哎，那我觉得你这部分的演绎，我们就再把它更贴近生活一点。假如说在这里 pre 嘛，然后你在那个旁边站着，然后我们3个就你说完这个上来，然后可能我们3个就处于一个情景演绎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一人说一句，就无论是拿方言还是用自己什么比较夸张，或者说跟朋友讲述的那种感觉，把它这个说出来，然后我们3个就下，然后他就说这些就是怎么样，用户群体也是我们的目标人群，然后我们的节目受众什么什么，就按顺序这样 pre 下去。我们4个到时候全部都站成一排，然后说现场的所有的老师同学，你们 pick 谁，我们来做结尾。就不让他们做选择，我们只是以这个做一个结尾，只是类似于我们以就是又回到那个团播的那个，很整体，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可以，非常完美，非常顺。冷静，冷静。好，大家回家早点休息，回家睡觉，特辛苦，休眠直接。然后明天我们保持一个好状态。辛苦了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非常有信心，现在。我们不提前开香槟。好，好，我们稳稳的，但是我们也有自信。是的，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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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叶叔。哎，你室友还在等你。天哪，他也还没忙完，估计。他一个人啊？他正好也等那个雨佳一块回家。走，试完我们结束了。好的。哇，你们好辛苦，大家都辛苦，你也辛苦。哇，这么晚了你居然还在。对，我想等等我的舍友。这就是爱。那我们仨一辆，你们俩一辆，注意安全啊！顺利顺利，拜拜。顺利顺利。终于走了，走了。哎呀，我怎么感觉你精神状态还挺好，挺有牛劲儿的？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累到特别那啥的境界。我已经不行了，我嗓子要哑掉了。天哪！但说太多话了，确实。0点42，下班。哪儿下去第一句话，你今天怎么给我踢了呀？对呀，我就这个事儿，不得问一问吗？就我选了你啊。其实如果在回去的车上聊聊这事儿，他就没事儿了。这个氛围感觉要聊了。我在等思文那个70。问你个问题，你会怪我吗？不会啊，为啥会怪你？我只是当时觉得选你，咱俩合作那么多次应该会比较顺畅，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组也很好。我当时总是感觉大家已经合作这么多次了，可以换一换。确实也是这么个说法。
我觉得他等他回来就是要聊这一趴。你别那么大心理压力。我就很容易内耗，但是我撤了之后，我看你一个人坐在那儿，我突然感觉我有罪。那我先公布我的队员：侯子泰、杨凌卫和王玉。我了解了，你不是一个容易内耗的人哎。我一直很内耗的，我只是不好意思在你面前内耗。我天哪，在同事面前内耗很羞耻的，我内耗我都要藏起来的。这有啥？没事儿，别想那么多，没有那些事儿。哎呀，他都开始吹头发了。天哪，你都洗完了。好香，让我闻一闻。哇！我新想到了一个观点，放心，不会影响大家的角度，就是你可以明天早上跟你们说一下，我先做了一点梳理，我觉得可行。OK， 可行，真的可行。哇，还在干呢。但我现在又有点清醒过来了。因为已经到第2天了，我的天。对，但我感觉这 PPT 吧，就也得我先做个大概，然后明天大家再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改自己需要的部分。嗯，可以。我先把已有的内容我先给它填上去。心里没底，我说实话。其实我也能理解，有时候作为组长就会给自己背太多心理负担，因为它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是，对。都还没睡呢。OK， 刚才他们2组在自己已经选定的方向上往前迅速推进。先是团播这一组，大家平时看不看团播？扫腿舞大家都看过吗？其实有刷到了，刷到过，喜欢吗？是属于吸引自己的这一类的直播内容吗？不是，刷到会划走，对不对？对。俊林，我也不看，我只看过迪哥的。如果说有一个机会，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的话，俊林愿不愿意就是教我们？我们加油团也是个团呀 ，offer 加油团嘛。但我不会，他是不是就是那个简单的那个动作？就是扫腿嘛。你不是会吗？你跟那个谁学的？我跟超越合作过。那就要不2位老师？你跳的特别烂，但我俩跳的特别差。那没关系。那来教我们吧，志胜。一块儿来吧，可以，活动。看这么久片子了，先志胜和俊林可以先给我们基本讲解一下动作。刚看了一下，他好像是什么，什么？对，你们俩这是真的是一个动作吗？我觉得有个。来，咱俩站 C 位。哎呀，行了。然后超越跟全林老师，你站2边，然后。子琪跟明哥在最外边，行吗？可以。双 C 呢还是？双 C， 2个舞担。这是一个什么奇怪的活动？不知道。来点 music。哇！我跟你们反的。往哪儿啊？
太搞笑了！刚刚就是颜面扫腿，颜面扫地。反正我能把任何的这种舞蹈都跳成8段锦啊！活动。那其实现在压力最大的是他们这几位，这几位晚上根本就我看两三点了，妆也卸了，但没有人睡，对，就是奋笔疾书。就这2个选题来讲，全民老师站在新闻专业的视角，您比较看好哪一个？如果你乍一看的话，你一定是团播的优势会比较大，是因为它第一新，今年才火起来的，对。第二呢，它的视觉感比较强，对，冲击力。然后背后的确值得讨论。直播秀场已经那么久了，为啥突然团播起来了？这背后带的新的情绪诉求是啥？对吧？为什么会形成一个快速的规模化的产业？然后它还有问题的那一部分，臧老师说的，你需要有引导的那个部分，所以它正反两面都能说，所以它的话题的冲击性和饱满度肯定是强的。但是呢，这个选题有风险，这个风险就是把所有人的预期调得太高了，但是你的呈现其实是受限的。你看，你一说团播，咱们是不是都眼睛发亮？所有的老师也都眼睛发亮，说这个好啊，所以他就有可能有落差。把预期调得高可不是一件好事情。对。但你那个捏捏呢，预期不太高，你还说这个选题啊，大家都知道也火了好几年了。但是如果这个在一个平凡的选题里，突然发现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儿？原来它还可以这样。就你把那5个1用到一个相对平凡的选题里，又让我得到了真的，有可能能逆风翻盘哦，是有可能哦。其实全林老师刚刚最后讲了，这解压玩具其实是逆风局，因为他们的期待值反而比较低，所以可能有一些翻盘的可能。各位在你们过去的职业经历当中，有没有这种逆风翻盘的印象或者回忆？逆风局怎么打？逆风局？逆风局怎么打？一直在打逆风局呢。怎么了？全是逆风局。展开说说呢？我是觉得逆风的时候就要转变一个思路，就是我知道我的结局是失败，但是你知道结局就不去做了吗？我觉得在你已经知道结局的情况下，你的心态还能更好一点。那我觉得我就是把我在这里面能抓住的优势都放大化。我知道我肯定已经在这儿了，我有底了，我就是放平心态，让自己更自如，然后说不定还会有灵光一现的一些小高光什么的，尽量把这个过程做得比较有意义。因为我是觉得它这个过程里面所有的东西未必在这个结果得到呈现，但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还是有那种反馈的。我是觉得。长线思维，我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逆风局，感觉又说到游戏了，但是我认为就是不管是游戏还是生活当中都挺重要的。就是越逆风的时候越要冷静，而且不能着急。对，可能一个最关键的节点，它就会迎来反转。但是只要你能耐得住寂寞去等，一切都有变数。努力的去找机会，然后去等到那一个节点，一切都会有变数。而且我认为，就放在他们刚才这个里面的话，他们还不算逆风局，他们只算小烈。对，小烈士对，因为才刚刚开始啊。智胜，有逆风局经验吗？没有，挺顺的。讲讲脱口秀吧。那是逆水局，水逆的水逆局。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参加节目选拔的时候，我就被淘汰了。突然那个时候，就是你淘汰之后，你就所有的问题就全暴露出来了。就以前你不太关注的问题，因为以前你就一直在线下讲，效果也挺好的，然后观众也笑得挺开心的啥的。就因为那次淘汰之后，我就重新回看自己之前的那些演出视频，重新回看自己的文稿，你就会发现，你就用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这篇稿子，哇，你发现问题很多，然后你发现你表演的问题也很多，然后你就会重新的去反思。我之前从来不演开场，就是因为开场是最难演的，就是观众效果反馈特别不好，我基本上都是到2或到1。然后从那件事之后，我就突然开始就是争取1天要练1次开场，就是第一个上去演，观众可能反馈不好，但是你也要去适应这个观众反馈不好的这个过程，去接受这个过程。
然后就练了段时间，然后突然之间告诉我，哎，说可以上节目了。哇！然后上节目之后，我就发现那段时间所谓的在那个逆风局的那段时间，那个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说你没有经历那段时间，他节目上会把你之前存在的那些问题全部放得很大。所以说，其实那段时间对我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补足短板。对对对。全天老师，我觉得逆风局该如何打，核心是要打。对，就怕那个就沉浸在逆风里，说哦，我们好可怜哦，对哦，那我们怎么办呢？还有什么必要要干呢？那就完蛋了。所以你只要打，你看他们那个团队不就沉下来，就正式开始讨论我们那个主题该如何进去，然后你就没觉得那么腻了，你还就能找到，哎，能可打的点。自己的长项，对吧？所以的核心是要打。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在经历了这样的熬夜和战斗之后，最后在2个人的局中表现如何。来，一起看2队的宣讲和辩论。开始吧。先来做你们的方案的宣讲，30分钟。解压玩具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快速膨胀、野蛮生长的行业，低成本同样能够获得情绪解压的方式，不像之前看的那么兵荒马乱，反而条分理些了，逐层深入。那为什么团播可以在短期之内如此的爆火？以选秀类型的团播为切入点，以数据为支撑，上头狂刷钱，钱包瘦成鬼，热闹看忘词儿了。这个情绪价值就拉满了，这也太能抓人了。马上就要进入之后那一轮的一个考核，要辩论了。还有什么角度？还有什么角度？如果对方先过来攻击咱们的话，该接要接。他们说什么我都能接得住。他们有点想得美了。我们坚守立场，守土开疆。记住，我们是 vlog 新闻，我们的重点还是在新闻本身。新闻是什么？内容为王，形式为大。我们有信心把它做成一档循循善诱的、丰富多彩的，并且严谨扎实的节目。有的时候呢，什么都想要，可能会害了你。其实我认为我们今天 focus 在点是选题。那么我们想问，你们是除了选题以外没有别的亮点了吗？针锋相对呀！反正我心里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我有很明确的答案，我可能和你们不太一样。没事，做吧，会给你们发邮件的结果。太有悬念了。我的天，整得老紧张了，我就不敢看。好，各位邮件发送成功。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鸿蒙折叠电脑13英寸便携18英寸大屏，折展之间体验非凡。你想成为怎样的人？在追逐的梦怎样成真？你带着对未来的上微博搜索令人心动的 offer， 最终节目资讯等你解锁。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话题讨论，选出你看好的主持新生，见证最终 offer 的诞生。上微博带话题令人心动的 offer， 分享出面篇名场面。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看百度热搜 ，get 更多热点内容。独家中文百科合作伙伴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令人心动的 offer， 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知乎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解锁更多精彩讨论。上前程无忧51 job， 收获心动的 offer。感谢丽丽城传媒。如果你对内容行业感兴趣，欢迎在腾讯校招官网 JOIN.QQ.com 投递峨眉派专项，等你来实习。令人心动的 offer 尽在腾讯校招，等你来拿。每周3、周4 12点 SVIP 更新，19点 VIP 更新，会员抢先看一周。周5 12点 SVIP 抢先看加更版，19点 VIP 会员专享，看更多精彩内容。周6 12点 SVIP 抢先看衍生，陪你看 offer，19点 VIP 会员专享。